前几天种下了小麦，但是地里边的麻雀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担心过不了几天种子都被它们吃光了。有朋友建议可能在上面撒一层薄薄的土，撒土的话也不是很容易，没法撒得特别均匀。我看了看，我刚好家里边还有这种以前种草还有给菜园用的这种麦秆儿，我看看稍微的撒上一层，撒上薄薄的一层，就像是种草那样。其实这些稻杆铺在小麦的地里边，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小麦种子不被鸟发现，但是可能作用是有限的吧。另一方面，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我给它薄薄的铺下去之后，今天刚好是下雨，下过雨之后给它打湿了，铺在地里边，有一定的保湿的作用。另外，小麦刚刚生出来的小白根儿也能够被这些稻杆被保护住，不至于明天或者后天不下雨不阴天了，大太阳一晒就给晒坏了。把这些麦秆铺上之后，这次种小麦基本上就跟以前种草种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，就像种草一样了。铺下这些稻杆之后，我还想了其他几个大招来保护这些小麦种子，防止被麻雀给吃掉。咱们到时候看看哪些大招比较有效吧。先把这麦秆给它拆开。这还不能撒太厚，撒太厚了把种子压住就不好了。行，这样应该就好点了。看这小麦种子发芽速度有多快！才刚刚2天的时间，它的毛茸茸的白根儿还有黄绿色的小芽都已经长出来了。撒这种麦秆还是要比铺土容易多了，轻轻松松的就铺下去了。从成本上也是低了很多，而且花不了多少劳动力。看看铺下的麦秆里边还有一些这样的麦穗儿，春天的时候地里边就长出来一些小麦，就是冬天的时候铺在地里边的麦秆里边的。看看刚刚铺好麦秆的地，看起来是不是舒服多了，也美观多了。最后这一片地其实铺的麦秆大概就是这一捆的1/5左右，成本就是2-3块钱，还是挺划算的。给地里边铺稻杆也是要在没有风的天气，而且铺完之后最好是能够下雨，这样的话能够把麦秆浸湿，就不至于被风刮走了。如果是铺完之后不下雨，而且会刮风的话，那就需要拿手动的花洒给它喷一些水。好了，我种小麦防麻雀的第一个大招现在就搞定了，接着开始准备第2个大招。这些麦秆还是继续给它用绳子给捆回去，留着下次接着使用。其实它以前都是机器给捆扎的，自己捆就捆不了那么严实，这样也行了。今天的天气终于是放晴了，远处蓝天白云的，秋高气爽，特别的舒服。远处还能看到一些鸟，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那么活跃了。看来铺上麦秆还是有作用的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小麦的种子已经发芽了，对鸟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看看这些小麦芽长得已经看见绿色了。我其实也没想到，我就用铺麦秆的这一招就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。我后边还准备了第2招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第2个大招了。现在刚好是快到万圣节了，所以到处都能买到这种稻草人儿，其实是给万圣节装饰用的。我看它的大小正好合适，看看应该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。我先把这个男稻草人给它装上，放到最远的地方去。这些鸟最喜欢在这一片活动了，我这个稻草人就插到这个地方。这个稻草人被风一吹还能调转方向，刚才好像是看错了，这个也是一个女稻草人，应该不是男稻草人。把另外一个也给它装上，就放在这儿吧。行了，如果是刮风的话，风一吹还能让它稍微晃动一下，应该是能吓唬住鸟。这样的话，连万圣节的装饰都省了。现在这个就是万圣节的装饰了。我感觉这样的话，至少能够吓唬住鸟2-3天吧。那个时候，小麦的小苗应该就已经长起来了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，这些绿油油的小麦已经都长出来了。
我本来已经准备了第3个大招，看来第3个大招是用不上了。早晨的时候还能看见麻雀在这片飞，但是因为小苗已经长出来了，所以应该也不怕它们了。咱们近距离的看一下，看看这些小麦，出苗率还可以。一般是早晨的时候来这儿的麻雀挺多的，不知道小麦都出苗之后，这些麻雀还在这儿干什么？有可能还在扒土啊，或者是找找这些稻杆里还有没有其他吃的东西。这一片被麻雀光顾的比较频繁的地方，好像出苗率确实是低一些，估计大部分种子都被它们给吃掉了。菜园尽头的地方还有一些冬瓜，看看这些冬瓜都已经挂白霜了，这种就是已经成熟了，完全可以摘下来了。这些萝卜也已经开始发力生长了，慢慢的就开始膨大了。这一片的萝卜长得会更好一些，看看这种已经膨大的不错了，看起来很快就能吃了。其实我还是挺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准备的第3个大招的，但是后来查了查，感觉有可能被油管的社区规则限制，可能会有问题，所以这次就先不展示了吧，看看以后有机会。其实像这一排干掉的玉米地，看看这些玉米杆已经枯黄了，如果能把它收拾出来，也是可以种一些冬天的小麦呀、黑麦呀，还有其他的覆盖作物，比如说一些耐寒的豆类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草。这样的话，冬天也可以把这块土地利用起来，给土地增加一定的肥力，然后让生态环境会更好一点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玉米杆是我给踩倒的，踩倒了之后，它会离地面会更近一点，这样的话能够促进它的分解。分解的快了之后，到明年的春天，我就可以拿割草机给它割一割，割过之后就可以把它翻到土里边了。这样的话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还有肥力，而且也能吸引更多的微生物繁殖啊，还有蚯蚓之类的。所以说这块土地对我来说是有点两难的，我主要是没有时间把这些都清理干净，把土地整理好，来种小麦或者是其他的越冬的覆盖作物。所以这片地就先这样吧，就用这些玉米杆来保养土地了。我把剩下的玉米杆也给它踩倒。这样的话，这片地明年春天整理好之后，就可以种一些豌豆了，也可以等天气再稍微暖和一点，来用它来种毛豆。然后下一年可以再种玉米，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作物的轮作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每年辛勤的耕作，就不只是从土地里边索取了，我们在从土地里边获取食物的同时，也肥沃了土地，改善了生态环境。这样的话，可以说就算是双赢了。